欢迎光临。老板，店里有什么数播能支持 Apple Music 的？没有哎。老板有什么数播支持 Apple Music？ 哎，昨天不是来过吗？我还没讲完，人就跑了。昨天有事赶着走。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Apple Music 这个东西，可以说支持，也可以说不支持。支持的意思是我们可以通过 AirPlay 侧面去实现，就是 AirPlay 通过 WiFi 推流推过去嘛。或者手机的那个。对，不支持的话，是因为现在除了部分安卓机以外，没有哪一个 Linux 的数播，比如说像仙籁啊、举声啊或者 Orange 啊，这些都没有内置 Apple Music， 所以客户端全部都是运行在手机或者说平板上，而不是运行在播放器上面。不知道这个您能不能接受？不行，太麻烦了。不行啊，我手机要干点别的事情啊。那算了，那算了。好的。老板，你前2天说的那3个型号，我有简单了解过。我还是想使用 Apple Music。我想了一下，还真可以。你要不哪个型号啊？要不你就买个播放器吧。播放器太重了，还要单独充电。起码播放器上面你能装 Apple Music， 然后 USB 你连到你的解码器上，也没有问题，对吧？也不是不能用。太麻烦。实在不行你就电脑嘛。不行，也不行啊，你就要就是在播放器上面原生运行。对。以目前的这个技术来说，可能还没法实现哦。好吧，就这样吧。加个微信呗，有啥到时候通知你。过2天再来吧。总算被你等到了啊！什么牌子？就是这一部。这部机虽然上市大概有个半年时间啊，但是后续厂家在它的 MA Remote 控制应用里面内嵌了 Apple Music。什么牌子？举声 TS1。举声，也简单有了解过。之前有用过他们家产品吗？只用过 Mini i Pro 4啊。那这个操控和那个一样的，上手非常方便。没有任何难度，只需要在流媒体里面将 Apple Music 点击一下，添加到流媒体里面就可以了。QQ 音乐有用过吧？用过，和 QQ 音乐那个操作方式完全一样。可以啊，可以，试一下，试一下，听听看，走，试试看。Hello， 大家好。刚刚的节目在咱们门店的日常工作当中，几乎每周都要遇到那么2-3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Apple Music 是一个硬性需求。苹果音乐本身有很多优点，比如相对直观的操作，没有广告，也没有社交功能等等，这些功能在 Apple Music 上面都没有。我们可以说 Apple Music 就是一个单纯的用来听音乐的流媒体 APP。在 Apple Music 上，苹果没有为这款 APP 赋予太多的功能，就是把听音乐这件事情做到位就可以了。而没有广告啊，没有乱七八糟的功能啊，轻量化、运行效率高等等这些优点，这些特性也让 Apple Music 成为了很多朋友听音乐的第一选择。如果说我们用手机或者说用播放器去运行的话，问题是不大的，因为目前 Apple Music 在安卓和 iOS 系统上面都是有客户端的嘛。如果说您的播放器是安卓系统的话，那么使用 Apple Music 是不存在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如果您是一个台式系统玩家的话，您会发现，如果您的音源想使用上 Apple Music， 那这个难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目前来说啊 ，Apple Music 针对个人客户只发行了 iOS、Windows 以及安卓这3个系统的客户端，而市面上我们熟知的数播品牌，大多数都是建立在 Linux 系统下面的，比如举声、还有 Orange 以及还有仙籁这些数播，以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网桥。这些产品因为底层的关系，所以都没有 Apple Music 的客户端。当然了，这些设备也不是不能够播放 Apple Music 的，这些设备基本上都支持 AirPlay。我们可以通过 AirPlay 将音乐投放到播放器当中，比如这样就可以了。这里是 Apple Music， 但是这种方式的音质、延迟以及歌曲的码率等等都会受到 AirPlay 的影响。所以毫无疑问，如果说能够在播放器本身内嵌 Apple Music， 那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了。这里我想起来了一个段子，把大象装进冰箱，拢共分几步？
答案是3步：打开冰箱门，把大象装进去，关上冰箱门，一共就是3步。对于这种设备来说也是如此，把 Apple Music 装进设备一共要几步？答案也是3步。首先将固件更新到最新，然后点击添加 Apple Music， 完成。好，这就完成了。我们只需要提前在 Apple Music 客户端里面把自己的账号给登录进去就可以了。说起来简单，但实现起来其实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举升是目前行业内唯一一个在播放器本身内嵌了 Apple Music 的品牌了。我们知道有一些品牌也支持 Apple Music 嘛，比如说30，对吧？但是这些品牌都是安卓系统魔改，您可以理解为 Apple Music 是运行在一个大号的安卓平板上，无论是操作体验还是音质表现，与这种设备相比，我认为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接下来咱们就看一下整个的一个使用体验，先来一个音乐新发现，看看这个速度。随便点击，可以看到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屏幕上面也显示出来了 Apple Music 的图标。整个的操作体验非常丝滑，速度是完全可以跟得上的。我这个平板还是2018年的 iPad Pro， 但是整体的一个操作体验依然非常优秀。如果说您用的设备不是 iOS 系统的，比如 iPhone 啊、iPad 啊之类的，您使用的是安卓平板或者说安卓手机，那也没有任何问题，只需要在这些设备上面安装 Apple Music 以及 MA Remote 就可以了，然后配合举升的速播就可以实现了。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一些信息 ，Apple Music 在举升的 NT1、TT1 以及 TS1 这几款大屏机上面是可以实现兼容的。这里我用的是 TS1 给大家做的演示，这个设备还是非常不错的。TS1 前面2个耳机口分别是 4.4 和 6.35， 您用来接耳机没有任何问题，您用来接家里的功放或者说有人音箱，效果也非常出色。大家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整个的操作状态都非常不错，包括历史记录，包括最近收藏、2次元音乐、古典音乐、运动健身、J-pop、巴洛克、歌单啊什么的，在这里都是有的。如果说您手头有举升的 TT1、NT1 或者 TS1 这3款设备的话，那么您一定要赶紧试一下，看看 Apple Music 的体验到底如何。最后就是有很多朋友说 Apple Music 的歌曲库固然全，但是歌曲的码率不是特别的高，对吧？这一点是的，因为对于苹果来说啊，永远是将多数人的需求放在首位的嘛。所以这个时候您在流媒体这里使用 QQ 音乐的真频母带也没有任何问题，并且后续大概率还会支持酷狗 HiFi。那这样的话，既可以满足我们对于码率的需求，也可以满足我们对于音乐库的需求。我相信啊，在 Apple Music 加 QQ 音乐这2个 APP 的支持下，我们在获取音乐资源方面已经不存在任何的问题了。经常有很多朋友说，我买了机器，那音乐该去哪找？那现在这么一部 TS1， 我相信就可以满足您的需求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